伤害到社会的诚信问题了。因为我们说，一个缺乏诚信的国家，它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谎言就会肆虐横行。您现在看到的这位正在说话的人，名叫郝劲松，中国著名的公益诉讼发起人。郝劲松在中国境内的知名度挺高的，因为他获得过很多社会称号，什么10大和谐经济人物称号还有年度法治人物315维护消费者权益人物等等。而且他经常接受媒体的采访，曝光度也挺高的。应该说，在中国境内他的知名度比许志勇要高得多。郝劲松最近被判处有期徒刑9年，罪名是寻衅滋事和诈骗。郝劲松为什么会被判处有期徒刑9年？他的被判刑跟他过去的这些履历到底有没有关系我们今天就来讲一讲郝劲松的故事。这个社会有很多不公平的现象发生，那么很多人觉得说很冷漠，说他们是和我无关对不对？我们只扫自己门前雪，蘑菇他人瓦上霜。那当你的法律被践踏，你不去说话；当有人的权益被侵害，你不去说话，那么有一天这些遭遇完全可能会落到你头上，因为你和他们是一样的，你并没有什么特殊性。郝劲松最早出现在公众面前是2003年，这一年他在中国政法大学读研究生，偶然期间他发现北京地铁站台上没有厕所。然后呢，你要上厕所你必须从站台出了检票口到那个地方有个厕所。一方面非常不方便另外一方面上厕所还得交钱5毛。对20年前的中国比较了解的人都知道那个年代的中国公厕普遍收费，要么5毛钱，要么1块钱当年很多这个公厕门口都有一个大妈或者是一个老头，在那个地方你收钱才能进去很多公厕还搞承包呢。我们当年中央电视台还做过节目郑州一个公厕拍卖这个承包权，1年70万呢。所以你就知道了，那个时候公厕普遍都收费北京的地铁公厕也收费，收费就收费吧，他还不给上厕所的人开发票。这郝劲松是学法律的嘛，所以他敏锐地认识到这个行为违法。为什么呢？因为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税法还有发票管理办法，你任何收费行为都必须得开具发票，不管你是行政事业单位还是营利性单位，因为你开了发票还要涉及到交税的问题嘛。因为中国发票上都有一个税号，你不开发票也就意味着你要逃税。所以郝劲松当时就管这个厕所收费人员要发票。那个人说，我哪有发票，5毛钱谁管我要发票你这小伙子有问题吧？你要发票你找我们那上级。这郝劲松回去一想这事得较真儿，于是他就找了一个律师，约起来2个人一起去找了这个厕所管理部门的主管单位，就是他们的一个分公司吧。这分公司人接待说，那我们也没发票，从来没有人管我们要过发票，你要发票的话，你找我们总公司北京地铁运营总公司。郝劲松呢又约了他这个律师朋友，哪一天就直接去了北京地铁运营总公司人家这个北京地铁总公司已经知道有2个刺儿头要来了说这2个人为了要5毛钱的发票，跑了大半个北京城，专门来找我们要来了。人家那天来接待他们，态度也很好人说我们确实没有发票，没想过印，因为没有人要嘛。然后如果要是有的话，就真给你们了。人家当时还给拿出一个地铁的模型送给他，所以你看收下吧。当时跟郝劲松一起去的那个人就特别高兴，看那个模型做得很漂亮。郝劲松就跟他说，你不能收这个。人家对方人还说了，他说没关系，你们收吧，你要是告我们，你照告没关系郝劲松回去之后跟那律师一商量，没过几天就把这北京地铁总公司给告上了法庭。不，你这么来来回回折腾，你早就花了超过5毛钱的钱了。这花钱我愿意，我觉得钱要比花在吃喝玩乐上有意义多了，我愿意每年我都愿意把自己的钱花在这些公益案件上，我才觉得我的生命还有一些存在的价值觉得。但这世界上很多人都会觉得说，我干嘛要那5毛钱的发票因为发票不仅涉及到国家的税收，还有一个就是消费者权益保护嘛。你比如说你上厕所滑倒了被挂上了，那么你没有发票，你就没有证据证明你上过厕所嘛。一个法治社会首先是规则，规则既然制定了，不论大小你都按规则来。5毛就怎么了？5毛的发票你也得给，不给你违法，这个法律被践踏了，你不去维护它。一个社会如果法治的尊严都荡然无存了，那所有的人尊严，你还有尊严吗？没有。官司审理其实很简单，最终呢就判决郝劲松胜诉，北京地铁公司败诉。
你就是5毛钱的厕所收费也得开发票。这之后啊，这郝劲松就发现啊，这挺有意思啊，这种官司啊，他就告上瘾了。紧接着，他就坐火车的时候啊，发现中国火车的餐车上吃饭的时候，通通都不给开发票，就开一个收据。那你开收据也意味着这个餐费啊，也肯定是逃税的嘛。于是他要把铁道部给告上了法庭。最后这个官司他也赢了。从此之后呢，火车餐车上吃饭呢也可以开发票了。后来呢，他又把铁道部给告上了法庭。为什么呢？因为铁道部每年那个时候春运期间都涨价，涨价呢，他认为啊，这个涨价的程序不合理，没有经过听证会。这个官司他败诉了。但败诉之后，他给当时的铁道部长刘志军写了一封公开信。没过多久呢，铁道部就真的取消了春运期间的涨价啊。这些年呢，郝劲松啊，在国内陆陆续续代理了很多类似的这种官司。他的官司基本都有一个特点，就是标的都非常小。你比如说这5毛钱、1块钱呢，是吧？他状告铁道部，当时春运涨价的时候，他买了一张从北京到丰台的车票，1块5，啊，涨价之后他又买了一张2块，你看一共中间差价是5毛钱。另外一个方面，他起诉的对象多数都是这种垄断单位，这种格式合同、霸王条款，因为他想通过自己的诉讼改变游戏规则，所以被称之为公益诉讼嘛。你比如说，那是07年还是08年，他代理的上海的钓鱼执法案，当时也引起了非常大的轰动啊。上海的钓鱼执法案是怎么回事呢？就上海有一个年轻人呢，他有一天上班，在红绿灯的时候啊，这个时候有一个人就跟他打招呼。说自己的肚子疼、胃疼啊，想去医院，能不能捎他一段？这个年轻人呢要上班，挺着急的，一开始就拒绝了。但那个人就说：“哎呀，自己胃疼的厉害啊，又打不到车啊，求求他，行行好，能够把他捎到医院去。”这个年轻人就动了恻隐之心，就让他上车了。送到医院之后啊，那个人就掏出10块钱想要给他，这个年轻人呢就推脱，就不想要。结果就在这个时候，呼啦啦就出了一批执法人员，就把这个车团团围住，就把这个年轻人给抓起来了。原来啊，这个所谓的肚子疼上医院这个人根本不是一个患者，他其实是上海市的路政管理人员，他装成了这样的一个肚子疼的人，在大街上拦车。如果你要是把他送到医院去，他给你10块钱，你要收下了，这就被认为非法运营，是黑车。然后呢，把你扣下之后啊，把你车扣下来。你呢必须交1万块钱的罚款，才能把车重新领走。这个新闻报到全国之后，全国舆论一片哗然。而上海市的路政啊，其实通过这种方式已经搞了很多罚款了。媒体当时称之为钓鱼执法。郝劲松啊，就帮着这个年轻人呢代理官司啊。这个年轻人当时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把自己的手都给砍伤了，自残呐。后来经过审理啊，就上海市的法院就裁定啊。就是上海市的路政管理人员这种钓鱼式的执法违法，驳回他们所有的诉讼请求。从此以后呢，钓鱼执法在中国境内呢也基本上销声匿迹了啊。陈雄杰在扬招了孙中介驾驶的金杯车后，驶至闸航路188号时被执法人员检查。执法人员为乘客陈雄杰制作了笔录，作为从事非法营运的证据。对此，浦东新区政府承认相关执法存在错误。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来进行举证，这是不正当。对此，浦东新区人民政府向社会和公众公开道歉。光道歉不行，因为你做错了事，你必须要承担责任，你必须做错事的人必须要付出代价。我们觉得应该启动问责，我们应该接受追究。郝劲松啊，在接受我的同事啊财经采访的时候啊，说了很多话。他说啊，法律如果你自己不去行使它，它就是一张纸。他说啊，中国的法律啊，就像一棵树，在这个树的养育过程中间，我们每个人呢，都应该啊，要努力的去培育它。所谓培育它是什么意思？就是你把法律啊，授予你的这些权利啊，你把它充分行使出来。虽然说啊，他自己参与这种公益的诉讼啊，给自己没有带来什么好处，但是他改变了游戏规则，让更多的人受益了。他认为这个过程中间非常有成就感。所以你可以看到了吗？郝劲松是一个特别在意自己权利，同时也特别在意法治游戏规则的这么一个律师啊，不是律师啊，他其实从来没有考上律师，他都是用公民代理的方式啊来帮助大家打官司。
但是为什么就是这样一个人会被判处有期徒刑9年呢？你是到什么时候才开始有这个公民的意识？公民的意识实际上是从我学的法律以后。那么以前我们会觉得遇到很多不合理的现象，但是又无从改变，觉得它不合理又无从改变。当时我们需要一个工具，那么这个工具是什么？我觉得只有法律，所以我改行去学习法律，自学法律。你担不担心有人批评你说你是一个完全野路子出来的人？没有人这样批评过，是吗？因为我觉得我受过了正规的教育，包括在政法大学，包括在北大，所有的我认为需要我去听取的课，我都去听一听。纯粹是出于兴趣吗？兴趣爱好，我是一个法律爱好者，然后去学习它，然后当学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我就开始使用它。2019年8月啊，当时的公安部给全国各地的公安机关就下达了一个通知，说你所在辖区的这个律师如果在境外的社交平台上有账号的话，就一律要求他们注销。这郝劲松本人在推特上正好有账号，还经常发言。同时呢，他是山西定襄人，于是山西的警方就找到他，说你把这个推特账号给注销了。这郝劲松一听就不干了，他是搞法律的人，他认为我在推特上有账号怎么了？你凭什么要求我注销啊？所以在2019年的8月之后当地的警方就多次对他进行传唤。而郝劲松不是学法律的吗？对这个法律程序呢也比较敏感就经常挑这个警察之间的毛病，说你这个程序不合规时间写的不规范地点也不充分等等。双方在这个过程中间就不停的在发生摩擦。2019年的12月8号当地警方就找到他，到了他们家，要对他传唤，要把他带走。这郝劲松还说，他说你看你这传唤证写的现在已经10点20了，你这传唤时间写的是10点。警察也不含糊人家掏出笔来重新写了一个传唤证，这传唤证时间改成了11点，就把他带走了。带走之后就关押在了山西定襄县看守所。进去之后很快就以反恐怖主义法的名义行政拘留15天。我听到的消息是他被拘留期间当地警方就找他谈判，说你要是这个接受我们的这个建议把这个推特注销了，这事就拉倒了，我们这15天之后就把你放了。但是郝劲松这个人不是硬骨头吗？他就觉得你不就是拘留我15天吗？我就是不配合，我蹲15天看守所也没什么，所以他就不答应警方的这个条件结果没想到15天之后他没有出看守所，人家当地警方对他改成了刑事强制措施。1月17号这一天正式对他进行了刑事拘留逮捕，理由呢是寻衅滋事罪，还有一个就是诽谤罪，这2项罪名。到了这个2020年的5月份对他进行提起公诉的时候这罪名又增加了一项，就是诈骗。这诈骗到底又是怎么回事呢？原来他被传唤的时候都要把手机电脑交给警方，警方就翻这个郝劲松的手机，就发现郝劲松虽然没有律师证但他平时还代理刑事案件。他代理刑事案件的过程中间，他向人收费收费的过程中间也就有几起当事人跟他之间有矛盾。于是警方就找到了这个当事人，说你们可以报警于是有2个人就到山西定襄的这个公安机关去报警，说郝劲松诈骗。于是呢就把郝劲松这个罪名由2项增加了3项。这个案子在1年之后开庭审理审完之后一直也没判刑，就一直这么关着据他的律师讲一开始他们想到这个定襄县的看守所去会见他都不让见，后来把他转到了五台县的这个看守所里头还可以见了但是警方就说这个人在看守所里平时也不怎么说话而警察都知道他这个案子比较敏感，也都不怎么敢跟他讲话。而他的律师讲也包括他的家人讲这个五台看守所里头没有洗澡的地方。郝劲松2年的时间没有洗过澡，而且每天吃的全是馒头稀饭，然后烩菜，1个星期只能吃2-3颗鸡蛋，应该说状态是非常差的但他的律师讲几次会见的过程中，郝劲松的状态还是非常不错的。他就说他即便这样，他也要维护中国法治的尊严通过这种方式不妥协那下面我们就分析分析这郝劲松这几个罪名到底成不成立首先第一个是寻衅滋事罪起诉的理由就是说郝劲松在网上在微信群里头做一些转发，
啊，说是转发了一些不实的消息，比如说广东那边有一个地方垃圾站啊建起来离居民区特别近，然后这居民区呢起来啊就抗议，跟警方发生冲突，最后有10-20个人被抓起来了。然后警方就说了，他说这种信息都是假的，你看他转发这种消息，那就是造成恶劣的社会影响了。还有一条更可笑啊，当时网上有一个消息说有个外国人在东莞啊看到当地有个小偷，然后这个外国人就把这个小偷给制止了啊，制止了之后呢，很多中国人在围观，然后这郝劲松就在网上发了一个评论，说啊，他说这个外国人是干涉中国内政。警方就说，你看，检察院就说这种信息就属于寻衅滋事罪。这辩护律师在法庭上就说啊，这显然是不属于这个寻衅滋事嘛，因为什么呢？因为首先这些信息啊都是正规的媒体报道的，并不是这个郝劲松啊自己刊发的，他都是发表了一些看法，这怎么能说是编造虚假信息呢？不是的。如果要是说那些信息是假的话，那也是那些新闻媒体的事情。其次就是这些信息按照最高人民法院的解释，如果你要定义为寻衅滋事的话，你也必须转发过5000，那他的那个转发量根本就没到5000呢，就那么一点儿啊。所以他说这个是定义为寻衅滋事是非常不合理的。而且最高人民法院后来又对这个寻衅滋事罪做了一个更清晰的解释，你不是说一般在网上发表言论只要是失真就可以定义为寻衅滋事罪，它只有那么几种情况，涉及到险情、疫情、灾情、警情这4种情况的情况下啊，人家已经说清楚了，你在这个地方制造虚假信息才属于寻衅滋事，一般的不可以。但是呢，郝劲松的这几个言论显然不属于这4种情况，所以律师就说这根本就不属于寻衅滋事罪嘛，这是第一个方面啊。第二个方面就是诽谤，就是郝劲松啊在推特上对党和国家领导人啊发了很多言论，主要是针对老毛和周恩来的。那么他就说，你看这就属于诽谤罪嘛，对吧？这个其实要说也挺可笑的啊。那个诽谤罪啊，首先是啊得有人告诉啊，就是说你诽谤毛泽东，你诽谤周恩来，那得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家属去到警方去报警去，这个诽谤罪才成立，没有人告诉不成立，这是第一点。第二点，诽谤罪必须造成严重的后果。所谓的严重的后果是什么呢？比如说毛泽东他们的家人呢，看到郝劲松他这样的一个言论之后啊，就自杀了，或者自残了啊，或者精神失常了，那这就叫严重后果，你才能诽谤罪成立啊。但是如果要是都没有这些的话，那也没什么严重后果，你随便就动用刑罚来判处他诽谤，这个显然也是不合理的，不可能不成立的。那你想想，老毛他们家这些人有自杀的吗？没有啊。有自残的吗？没有啊。那毛远新虽然说是看起来像自残啊，但实际上人家不是自残呢，人家生下来就这样，跟这个郝劲松之间也没什么关系。所以这诽谤罪实际上是非常之牵强的啊，也不成立啊。第三个方面就是诈骗。诈骗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就是郝劲松，我前面讲了，他自己因为没有律师资格证，所以呢，他在北京成立了一个叫什么劲松法律咨询服务中心，所以他也接一些案子啊。他接这个案子过程中间呢，他就以这个律师服务中心法律服务中心的名义收取服务咨询费。同时他在办案的过程中间呢，还是找一个其他的律师跟他一起来办案啊。他这个法庭举的这个2起案子中间到底是咋回事呢？一个是有一个人啊，他自己怀疑他自己被别人诈骗了，就找到了郝劲松。郝劲松就跟他说需要20万块钱，那个人呢就先给了他10万块钱，给了他10万块钱之后啊，郝劲松就在北京找了一个其他的律师，把这个业务包给他了。然后后来啊，没几天，他这个案子2审就出来了，当地的机关就裁定这件事情啊，不属于这个刑事案件，就不予立案了。然后呢，这个郝劲松啊也没有把这个消息啊通知这个当事人，这当事人是通过其他途径知道之后啊，就问这个郝劲松，郝劲松呢也没回复啊，这是一个案子啊。另外一起案子就是有一个人1审呢已经被判了无期徒刑，这无期徒刑他说他是非法集资罪，家里肯定很着急啊。就找到了郝劲松，郝劲松就跟他说，他有人啊能够把这个官司把这个无期徒刑改成有期徒刑，但是需要一大笔钱。
需要多少钱呢？大概400万。然后他又找了一个律师叫杨建军，跟他一起联合办这个案子啊。当时那个当事人呢，就先给了他30万，给了他30万之后呢，这郝劲松还是花了5万块钱找了另外一个律师来帮他办这个案子。后来呢，他们就催促这个当事人给他们钱啊，先转了60万，又转了一个30万，转到了杨建军名下。后来这个当事人他凑不起钱了，说这个我们不代理了啊。然后呢，杨建军呢就把这65万块钱退给了那个当事人。这个郝劲松呢就让那个人把这65万转给到他名下，说他能办这件事情啊。然后没过多久呢，他这个案子2审就裁定了，就维持了原判啊。所以法院就认定这2个案子过程中间，这个郝劲松啊就诈骗，最后以诈骗罪啊判处了有期徒刑啊这个8年，寻衅滋事罪呢是判处有期徒刑1年0.9个月，合并执行是9年。那关于诈骗罪这个事情啊，在我看来啊，肯定也是不成立啊。因为说实在的啊，就是郝劲松本人不是律师啊，他其实并没有向当事人隐瞒，而且他也提供了真实的法律服务啊。但是这个过程中间，在我的理解，郝劲松可能是有道德瑕疵。为什么这么讲呢？首先是啊，他在第一个案子过程中间，他给当事人做代理了，他就应该以当事人的利益为核心。人家当地已经裁决这件事情刑事不立案了，他应该告诉当事人，他没有告知。另外，在第2个案子过程中间啊，他让人收这么多钱之后，他花5万块钱转给另外一个律师，所以后来那个人，在这个开庭之后发现他并不是本案的辩护律师之后啊，就不高兴了，就跟他发微信说他是骗子。那这个过程中间，你把你的案子转给其他人了，该不该让当事人知道呢？那我个人觉得这个还是应该让当事人知道的啊。但你说这个地方是不是诈骗呢？我觉得很难够得上，因为他收钱是以他的律师法律服务中心来收的，收的是服务咨询费，所以从法理上来讲，其实并不违法。虽然在1审的辩护过程中间，双方在讨论什么公民代理啊，这个过程中间能不能收费啊，但实际上在我看来，他这个案子的核心，其实这实际上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什么呀？最重要的就是当地警方想收拾他，他不服嘛，所以呢，开始罗织罪名，开始就给他找各种各样的罪名，去给他安在他头上，这是最重要的。你不是不服吗？你不服，那我就收拾你嘛。行衅滋事不行，那我就找诽谤嘛。诽谤不行，我就找诈骗嘛。总有一款罪名适合你，这其实是本案的最核心的内容。那我有必要使用法律手段去迫使他去作为，你必须面对舆论。你既然这么报道，你都不说话不表态，那么对不起，我就要用法律的手段来让你说话。你就是不碰到那个杯子的底儿，你就不停下是吗？我需要一个结果，因为我们知道在中国很多事情都需要一个持续的耐心的长久的一个过程，就像中国的法治和民主一样，你能看到它的结果，但是你需要耐心的去一步一步的走，而很多人没有耐心，很多人半途而废。你不一定每次都能赢，对吧？对，但是我在撞击的过程中，对方也肯定会损失，我需要这种撞击。我不觉得我损失了什么，我只是一个公民。不，你不会感到疼痛吗？没有感到疼痛过，因为我有法律护身，每次我都使用法律的武器去撞击它，而且在法律在撞击的过程中，法律变得强大起来了。就郝劲松从2003年登上这个公众的舞台一直到他最后被抓起来其实他前些年他自己对整个中国的司法进程是非常自信的，而且呢，他确实通过自己的公益诉讼获得了一种正反馈。他在媒体接受采访的时候，他曾经说过这么一段话：他告了几次铁道部之后，铁道部的人对他反而非常尊重。其中他第3次状告铁道部的时候铁道部的代理人在法庭就说，他说这已经是郝先生第3次通过这种方式来监督我们的工作了，我们非常欢迎。而事实上，他通过他的起诉也确实推动了中国社会的法治进程，因为那些垄断部门的游戏规则或许改了，或者是政策取消了。但是现在呢，你会发现，当他最近的这个经历所显示的是，他当年一开始通过公益诉讼所改变社会进程的那样的一个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别说改变游戏规则了，他连他最起码的、最基本的自我权利都没办法维护了。这2天我想做节目，我搜了一下他在推特上的信息啊，已经被注销了，他的号没了。也就是说，虽然他自己不愿意，但警方替他把他那个号就注销了。而且啊，你想想，9年的这样的一个判决，结果是非常之重的啊。整个过程中间的超期羁押呀，然后不让律师来见呢，也包括这种罗织罪名的判决，你又能怎么样呢？你想想，他当年说，法律如果你不去行使权利的话，它就是一张纸。但是现在的结果是什么呢？就是你想用法律行使权利的时候，法律还是一张纸，它并不能保护你的权利。这就是时代真正发生变化的一个更深层的背景吧。这对于郝劲松来说是一个悲剧，对这个时代来说又何尝不是一个悲剧呢？好，我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报告人应该启动问责，我们应该接受追究。以前我们会觉得遇到很多不合理的现象，但是又无从改变。我们需要一个工具，那么这个工具是什么？我觉得只有法律。律师也不过是公检法打麻将3缺1凑数的，你却假戏真唱，妄图用个案推动法治。你不知道我们的治国方略已经有江时代的搞钱，胡温时代的污点，到习时代的堵嘴了吗？这个国家、这个家园，我们生活的这个土地，是我们自己。每一个人都是应该当以主人们的这种责任感和意识去改变的。每一个事件都和你息息相关，每一个被受伤害的人，实际上就是你自己。有一天，当成为法治社会的时候，人们可能会把一些人忘记，因为已经规则已经制定了，谁上来都必须遵守法律规则。那你也接受大家忘记你吗？那天？忘记就忘记了吧，因为用泰戈尔的一句诗说，天空看不见翅膀的影子，而我已飞过。